这一集我们自驾秦岭108国道南段，从汉中阳县前往佛坪县。现在我们要离开华阳古镇了。我们今天计划从华阳古镇去佛坪县，先到龙亭镇。这有两条路，一条就是我们正在走的，这条叫龙亭路，它是大杨公路的南段，最南一段了。另外一条还有一条新修的，我们听居民说是高速，非常好走。这条路刚进来就提示了，弯多坡陡路险，眼前已经都是绿色了，又钻到山里来了。我们在龙亭路路过一个不知名的村子，这片非常美的水库，听见了吗？一个蜂群在飞舞，你看山上土蜂箱很多，它们在马路中间在飞，其实在这飞不太好，如果有大货过来会撞死一些。然后这户人家下面是个非常美的水库，然后水库上还有个吊桥，这个桥也废弃了。哎呀，这段路有好多这种废弃的，这座桥没写废弃，我刚才过来看见好几个废弃桥。库区内禁止捕鱼、游泳、戏水、垦荒、划船。这是阳县的卡房水库，是华阳供电所管理的。这个水库好美，你看这吊桥，这水库里也不小啊，这水库非常的美，山风轻拂，岸边绿树重重啊，一重一重的，太美了。各种鸟鸣，哇，这风吹过来，空气好清新啊。氧吧，这里可不是氧吧，这整个天地都是养天养地呀，可比八大多了。整个天地都是氧气分子，让人很清爽，真好。看看这水库多美，这边逆光了，很大这水库。走了哈，接着出发。这段公路，它一个村庄接一个村庄的，它人不多，但是有村庄，所以它双车道。长坝村，这村子一个接着一个，它都叫什么坝村？长坝左边。这个叫长坝，长短的长。这是我们路过的毛坪镇、毛坪村，这地方是大熊猫国家公园毛坪保护站，所以这地方也有大熊猫，环境也不错的。在毛坪村，我们找到一家地道的陕西面馆，吃了午饭。离开毛坪镇，我们继续前行。不知不觉，我们现在离龙亭镇只有3公里了。这个位置已经几乎除了秦岭，眼前就是一片丘陵，然后丘陵相对高度就没有了，等于零了，所以看着也像平原一样，只不过是一个小山包一个小山包。这山包上种的有小麦，刚才过来的地方是种的水稻，水稻里正在育秧呢，可能马上也要插秧了。还有很多油菜花，刚才过来有很多小山谷，山谷里种的都是油菜花。这右边都种了小麦，左边是油菜花。油菜花好像在收了是吧？有的农民已经在收割油菜花了。这是秦岭南路的脚下，汉中阳县。现在这边温度外面已经是30度了，非常热。
所以秦岭南北气候变化真的很大。这边感觉到了南方一样，感觉跟云南啊、广东啊、福建啊、江西啊，跟那边感觉都差不多。虽然离南方也挺远了，这边对这边人口已经非常密集了。我们住黄柏园镇，那也是个镇啊，可能房子有没有100栋，就没几户人家。一条小街走个100来米，100-200米走到头了。啊，现在就是龙亭镇，到龙亭镇了。我们得加个油，然后要进山了。一路上都是不知名的那种杂牌的加油站，我们也没敢加。然后我们上一箱油是在眉县，宝鸡市下面眉县加的，整个翻过秦岭到这边，到这个龙亭镇这，95，前面有95，好了，加油。现在是下午1点38分，我们在5天前从眉县翻越秦岭到了龙亭镇。龙亭镇有一个蔡伦造纸博物馆，我们就不去了。我们现在直接去佛坪，走108国道，从秦岭的南面穿越秦岭到北面，再往回穿一次。108国道就是唐洛古道，也是非常有名的。我们再次感受一下秦岭的风貌。现在我们上了高速，走京昆高速 G5 京昆高速，走一段嘛，走20公里之后呢，我们就改走那个京昆线，就是108国道。这边已经非常热了，外面温度是33度，阳光暴晒啊。我们一路走太阳公路过来，这一路过来都是扬土风的，然后玻璃上也撞了一些土蜂，还有一些别的虫子吧，很脏。我们在龙亭镇的中石油加油站加了油，加满了油，然后现在是把玻璃也给擦了一下，现在往回走。这个京昆高速限速100。现在是丘陵地带，在秦岭的南路，从西往东走20公里，然后我们就出高速，再走108国道。佛坪县城呢，有一道美食街，说是吃的也很不错。然后我们再接着往前走，去老县城。老县城那一块那段路呢是很不好走的，我们看了一些攻略，就一条水泥路非常窄，但是它能走到秦岭的山脊，就是南坡和北坡交汇的最高点的那一段山坡，风景也非常好，所以我们也想看一看那的风景。现在我们就出发了，正走在京昆高速上了，期待108国道的风景啊，非常期待。因为我们走大洋公路啊，这一路因为我们走太阳公路，我是太和大不分哈，太其实就是无限大嘛。太阳公路，太白，太其实就是大点儿。对，他也说了，太就是大了一点。我给人家不好意思，哎，说习惯了。李太白被我说成李大白，那是太白线，太白公路。大白线。对，所以我们当时走，太行挂壁公路的时候，都走了好几条了，一直说的壁挂公路，壁挂公路也改不过来，还是不熟。当然，等我们全部走完了6条挂壁，我们就不会说壁挂公路了。请减速，即将靠右前方下一路段驶出当前高速，往金水、流水、G108出口方向。这是金水出口。哇，这路好复杂，待会儿要来回拧麻花。能走，就这一段施工路段。哎呀，这前面又施工路段了。这个桥塌了，前一段下雨可能被冲塌了。
就之前下了10天的大雨。哇塞，这个108国道刚进来就是一个下马威啊，就是这种路。希望这种路不要太长。哇塞，刚才走错道了，是这么下来的。还不承认。这刚下来路就很难走啊。咱们这就是挑战自己啊。哇塞，要弄得好走一点呗，截断嘛，截直线嘛。这是在干什么？前面车在掉头啊！这不挖隧道，能走？隧道是怎么挖的？盾构机啊！这隧道很先进的。中国就这些。这是盾构机啊！说刚才有个车过去了，但是这条路车很多，你看这是摩旅过来的，这个左边肯定是个摩旅，俩摩旅一团队，全身装备，这是放清理过来的。这个车很多，这个跟那条太阳路公路不一样，车很多。这路好换啊，就是一路都在修路。汤姨说是颈椎不好的人、脖子不好的人就不能走这条路了。汤圆说这路适合越野车，要不太换了。到处在修路，一直在修路，永远在修路。好了，前面看到曙光了。汤姨眼睛换的睁不开了，好了，终于换到头了。哇，好美啊！右边你看，小河长长，两边都是溪谷，两边树林非常茂密。这段是柏油路，非常好，哇，好美。现在走的就是108国道，它也是著名的坦洛道。穿越秦岭的古道有好几条，有宝协道、子午道、连云栈道等，但是坦洛道是最有名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最短的，距离最近的，从西安到四川那边是这么一条道，同时它也是最险峻的一条古道。现在呢，西安飞到汉中的航班就是沿着这条古道走的。为什么？近了，省油呢，对不对？飞机又不怕山势险。这条道为什么叫坦洛古道呢？因为它北边是从周至县的西洛谷出来的，南边是到汉中的汉江支流潭水河谷，所以叫坦洛道。这条路呢，植被非常茂密，有很多珍稀植物，我们不太认识，当然看不出来了。但是这些植被的美，我们是懂得欣赏的。我们从北到南穿越秦岭的时候，就看到路边的花一丛一丛的，有的整个山谷都是山花烂漫。但是因为当时是大雨，甚至可以说是暴雨，我们没有拍，没有下车去拍。当时这车过了1里、2里、3里，往前走一点点，我们就后悔的不行。但雨实在太大了，雾也太大了，我们非常遗憾。现在想再重新往回走，天气好一点了，我们能不能再看见这样的美景？让我们再去补拍一下，非常期待。现在我们到佛坪县城了，现在外边下雨了，温度是23度。